谁能想到，泰国王室居然干出了一件破天荒的事，官方亲自下场，给王子的恋爱打 call。就在提邦宫轻轨牵手日本女孩的照片刷屏第二天，王室直接放出一张泰英双语官方海报，硕大的标题明明白白写着提邦宫王子介绍他心仪的对象，不光配了两人牵手的现场图，还用大段文字详细介绍女孩来自日本，性格腼腆，两人刚刚开始相处，目前状态很好。这事儿放在以前，想都不敢想。泰国王室的感情私事，从来都是捂得严严实实，不到大婚官宣，连个正脸都不会给。王子公主偷偷谈恋爱的多了去了，谁敢让官方发海报认证？可这次不仅发了，还是双语版本，摆明了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。所有人都在问，泰王马哈这是怎么了？以前死守了一辈子的规矩，怎么说松就松了？有人说泰王老了，观念变了，有人说这是给独苗儿子开绿灯。可你往深了扒，就会发现，所有这些反常的变化，全都始于同一件事。今年6月，帕公主走了。咱们先把时间拉回8月6号，曼谷市中心的 Phnom Chit 轻轨站。当天，好多路过的市民都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站在人群里牵着一个年轻女孩手的高个子男生，居然是提邦宫王子。没有王室车队，没有封路清场，连身边的安保都穿得像普通随行人员，就跟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年轻情侣一模一样。两人全程手牵着手，一边走一边低头聊天，时不时还笑出声。提邦公个子高，肩膀宽，把女孩护在身侧，走路的步伐都特意放慢了。周围慢慢有人认出来，围过来拍照打招呼，他也半点不躲，反而大大方方停下来，笑着跟大家核实问好。最让人意外的是，有人忍不住问他身边的女孩是谁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指着女孩跟所有人介绍，她是我的朋友，我们目前正在了解中，我正在追求她呢。一句话说完，现场直接安静了2秒，紧接着就炸了。大家都知道泰国王室的规矩，王室成员的感情从来都是讳莫如深。当年帕公主跟男友相守10几年，直到去世都没等来一句官方承认。施妮娜贵妃起起落落那么多年，名分全凭国王一句话，就连泰王自己当年的几段感情，也都是闹得沸沸扬扬，从没这么坦荡直白过。更何况说这话的还是提邦公，在所有人的印象里，他一直是那个腼腆、拘谨，甚至有点反应慢半拍的呆萌小王子。以前出席正式活动，连站位都要旁边的人悄悄提醒，跟人说话都低着头。怎么突然就敢当着满街路人的面，大方承认自己在追人？更戳人的是细节，嘴上说着还在追求中，两个人的手就没松开过。提邦公另一只手里还攥着一件白色长袖外套，尺寸明显偏小，一看就是女孩的。曼谷的天气大家都知道，室外闷热的像蒸笼，轻轨车厢里冷气又开得特别足，女孩出门脱了外套，他顺手就接过来帮着拿，全程攥在自己手里，身边还跟着个半大的小男孩，明眼人都猜是女孩的亲弟弟。这哪里是普通约会，连女方家人都带上了，摆明了不是随便玩玩的露水情缘，是正正经经相处，奔着认真去的。寒暄完，两人转身离开，提邦公一边走一边还不忘回头跟大家挥手道别，脸上的笑容松弛又自信。那天好多现场的人都在说，从来没见过王子这么开心的样子，眼里的光都不一样了。照片和视频传到网上，泰国社交平台直接瘫痪，热搜榜前3条全是提邦公恋爱，评论区清一色的祝福。大家翻来覆去说的都是同一句话，这孩子怎么突然就长大了？以前那个连王室大典都能走神站错位，要施妮娜贵妃悄悄拉一把的憨小子，那个在帕公主葬礼上连丧仪流程都记不住，急的是从连连比划的小王子，怎么转眼就成了会照顾人、敢担事、落落大方的大男孩了？还没等大家消化完这个消息，第2天王室的操作更让人震惊，直接放出了官方认证的双语海报。熟悉泰国王室的人都知道，官方海报就是宫廷动向的晴雨表，王室有什么态度、什么安排，不会明着说，全靠海报释放信号。这次的海报做得格外直白，主图用的就是轻轨站路人拍的牵手照，泰语大标题写着提邦公王子公开亮相，身边女伴正在追求中哦。
旁边配着泰国国旗标识，英文标题更直接 Prince Dipankarn introduces his crush。正文部分用泰英双语详细介绍了整件事。女孩来自日本，性格腼腆害羞，目前和提邦宫王子刚刚开始交往，两人相处得非常好，对彼此的印象都很不错。前半段全是甜蜜的铺垫，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，这段恋爱王室认了。可看到海报最后一段，懂行的人都懂了。结尾清清楚楚写着，按照拉玛6世时期修订的王室婚姻法例，王室核心成员与外国人结婚，将失去所有头衔与继承权。当年乌汶乐公主就是执意嫁给美国同学，最终被剥夺了全部名分与继承资格。一句话，把底线划得明明白白，恋爱可以谈，结婚不可能。这张海报一出来，全网都在感慨，泰王是真的变了。换作10年前，王子敢私下跟外国女孩交往，轻则被训斥禁足，重则直接送到国外眼不见为净，怎么可能让官方发海报昭告天下？不光是对提邦宫恋爱的态度，这2个月以来，泰王整个人的行事风格都软了好多，好多守了几十年的老规矩，说破就破，好多积了几十年的旧怨，说放下就放下了。所有的转折点都在今年6月11号那天，47岁的帕查拉吉蒂亚帕公主因病去世。帕公主的离开，对泰王来说不只是失去一个女儿那么简单，她是泰王和原配宋沙瓦丽王妃唯一的女儿，是泰王第一个孩子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是整个泰国王室的定海神针。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毕业，做过检察官，当过驻外大使，手里握着上将军衔，军政外交样样拿得出手。在军方、枢密院和普通民众心里，她的威望比谁都高。这么多年，王室大大小小的事，基本都是帕公主在扛。泰王常年待在德国，国内的公务全靠帕公主撑着。提邦宫年纪小不懂事，也是帕公主一手照拂。她就像一根顶梁柱，稳稳地撑住了整个王室的台面。她一走，天塌了一半。也就是从帕公主走后，泰王像是突然想通了很多事。那些曾经看得比命还重的规矩、面子、恩怨，在生死面前，突然就没那么重要了。第一件让人意外的事，就是他认可了帕公主的男友。帕公主身边有个叫帕里塔特的男人，默默陪了她10几年，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存在，可王室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。按照王室的老规矩，公主不结婚，伴侣就永远上不了台面，连公开站在她身边的资格都没有。帕公主去世后，泰王不仅破例让帕里塔特进入核心送葬队列，以家属身份全程守灵，还亲自下了谕令，把他从陆军司令部直接调到皇家安全护卫指挥部，当场晋升少将，从普通朝廷武官变成了能自由出入皇宫的御前武官。后来王室还专门发了双语海报，白纸黑字写着帕公主男友，这是泰王给女儿的一份迟来的交代。女儿活着的时候，碍于规矩，碍于身份，不能给她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。现在人走了，当爹的什么都愿意给，哪怕坏了规矩，哪怕打了自己以前的脸，也不能让女儿走得冷清。第二件事，是他对前妻宋沙瓦丽王妃的态度。7月9号宋妃生日，王室居然专门发布了官方庆生海报，号召全国民众为她送祝福。这放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两人离婚几十年，宋妃这些年一直深居简出，几乎消失在大众视野里，王室连提都很少提她。可帕公主一走，泰王像是突然放下了所有旧怨，一个失去了女儿的母亲，一个失去了女儿的父亲，之间再多的恩怨，也抵不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。对这个陪自己走过青春、生下长女的女人，她的态度终究是软了下来。第三件事，是斯蕊范公主的突然上位。以前大家提起斯蕊范，想到的都是时尚、设计、时装周，跟王室权力核心基本不沾边。泰王对这个二女儿也一直淡淡的，很少让她参与核心公务。但帕公主去世后，斯蕊范的地位肉眼可见的飙升，军衔提了，帕公主生前负责的慈善、文化类公务也全都交到了她手上。6月底，泰王访问法国，直接把斯蕊范带在身边，出席正式外交晚宴，接见法国政要。公开场合里，泰王还主动把手搭在斯蕊范的背上，
这份亲近以前从来没有过。很多人说太王突然宠爱二女儿了，其实哪有那么多情情爱爱的，原因现实的很，怕公主不在了，提帮宫又太嫩，撑不起场面，王室总得有人站出来扛事。思蕊范有正统血统，有公众形象，又没有继位的野心和压力，是最适合补位的人选。与其说是宠爱，不如说是急用。你看，怕公主走了才2个月，太王就把身后的局重新布了一遍，给女儿的恋人名分，是补偿愧疚，善待前妻，是消解旧怨；提拔二女儿，是填补空位，而默许提帮公谈恋爱，甚至发海报造势，既是疼儿子，也是在给未来的继承人铺路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，不就是谈个恋爱吗？怎么还跟铺路扯上关系了？你仔细想，提帮公这些年一直在德国读书，一年回泰国没几次，国内民众对他太陌生了，大家对他的印象，要么是呆萌憨傻，要么是连礼仪都做不好的小王子，没什么威望，也没什么群众基础。以前有怕公主帮他铺路，帮他攒人脉、树形象，他不用急着露面。现在怕公主不在了，他必须尽快走到民众面前，让大家接受他、认可他。怎么最快拉好感？不是出席几场严肃的宗教仪式，也不是念几篇官方稿子，一段甜蜜、真诚、接地气的恋爱，效果比什么都好。你看这波操作下来，提帮公的口碑直接翻盘。以前大家说他木讷、迟钝、扶不起，现在都说他温柔、绅士、有担当、真诚坦荡，会帮女孩拿外套，会大方介绍对方给大家认识，会照顾女方的家人，这些小细节比任何官方通稿都拉好感。而且最高明的是，这段恋爱从一开始就自带安全退出机制。女孩是日本籍，王室婚姻法摆在哪儿，结婚就等于放弃继承权。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走不到最后，不用太王棒打鸳鸯，不用有人当坏人。等热度过去了，感情淡了，自然而然就分开了，谁都不尴尬。儿子收获了爱情，也刷了人气，王室得了亲民的好名声，还没破坏祖宗规矩，一笔买卖，两头都赚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们站在旁观者角度的算计，对提帮公自己来说，这段感情或许没那么多弯弯绕绕，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女孩，也是真的开心。很多人都发现，这2个月的提帮公跟以前完全判若两人，不光是谈恋爱的时候状态好，出席正式公务也像换了个人。前段时间他独自去卧佛寺参加宗教祈福活动，全程没有其他王室成员陪同，连一直贴身照顾他的施妮娜贵妃都没在身边。整场活动下来，进献贡品、跪拜高僧、翻阅经文，每一个步骤都标准顺畅，跟旁边的高僧交谈也从容淡定，眼神坚定，全程没有一次走神，连提示流程的侍从都没派上用场。后来他又跟着施妮娜贵妃一起去视察监狱，一身休闲 polo 衫，状态松弛，应对得体，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。谁能想到，就在2个月前怕公主的葬礼上，他还在全国直播的镜头前连出2次状况。进场时走错行进路线，要靠思蕊范公主伸手拽一把才找对位置。进献僧袍时，又把本该竖向摆放的僧袍横着放了下去，急得旁边的白发侍从连连比划手势，连太王都忍不住隔空抬手提示。那时候全网都在议论，说这位小王子连最基础的流程都记不住，未来怎么扛得起王位？才短短2个月，就像脱胎换骨一样。很多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以前的提帮公哪里是真的傻，他是在装傻。为什么要装傻？因为他没靠山。他的生母希拉米王妃2014年因为家族贪腐案被废，削发为尼进了寺庙。那时候提帮公才9岁，眼睁睁看着母亲被赶出皇宫，连最后一面都没好好道别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成了宫里没妈的孩子。父亲常年待在德国，身边的人来来去去，要么是冲着他王子身份来的，要么是奉命照顾他的侍从。后宫里苏提达王后和施妮娜贵妃斗来斗去，各方势力各有盘算。他一个没娘的孩子，站在风口浪尖上，太聪明太显眼，反而容易招来祸事。那时候还有怕公主护着他，怕公主能力强，地位稳，是他最坚实的保护伞。有姐姐在前面披荆斩棘，他哪怕当个安安稳稳的吉祥物，王位也跑不了。
所以他乐得装成一副呆萌迟钝的样子，对谁都没有威胁，安安全全长大就行。可怕公主一走，保护伞没了，再也没有人能替他遮风挡雨，再也没有人能在他做错事的时候帮他兜底。他要是再继续装傻充愣，这唾手可得的王位，说不定就真的飞走了。毕竟盯着这个位子的人从来都不少，海外那4个被太王驱逐的王子就一直没死心，尤其是二王子瓦查拉宋，这几年上蹿下跳，打着回国祭祖、做慈善的旗号，不停刷存在感。最狠的是，他为了符合王室继承规矩，居然跟自己的美国妻子离了婚，摆明了就是想告诉太王，我现在单身了，随时可以回来娶个泰国贵族，继承王位。可就算他离了婚，太王也没松过口，连王室官方海报上都把他们标成王室叛逆，半分余地都没留。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一件事，不许娶外国人这条规矩是真的硬。所以提邦公这段恋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，甜是真的甜，难也是真的难。现在泰国不少关注王室的民众心里，其实早就默认了一个准王妃人选，就是玉坤家族的普利玛小姐。玉坤家族是什么分量？那是泰国王室最核心的外戚势力，树大根深，军政两界盘根错节几十年。当年的失利吉王太后是玉坤家的女儿，泰王的原配宋沙瓦丽王妃也是玉坤家的嫡女，几代人跟王室联姻，早就绑成了利益共同体。普里玛是玉坤家族纳瓦潘王子的大女儿，2006年出生，比提邦公小1岁，年龄刚好般配，出身正，家教好。这段时间频繁出现在王室活动上。7月底泰王生日庆典的功德仪式上，他作为玉坤家族的青年代表受邀出席。官方发布的现场照片里，特意给到他和提邦公同框的特写镜头。按照泰国王室的传统操作，储君联姻前往晚会先安排双方多次同框出席活动，慢慢铺垫舆论基础，明眼人都看得懂，这是在提前铺路，等着水到渠成敲定联姻。尤其是怕公主走后，这桩联姻的必要性就更强了。以前怕公主在，她本身就是玉坤家族的血脉，有她在，王室和玉坤家族和军方的纽带就断不了。现在怕公主走了，这条最结实的纽带就断了。提邦公没有母家势力撑腰，在军方和贵族里没根基，想要坐稳王位，最省事也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娶玉坤家的女儿。一场联姻就能把老贵族、军方势力全拉到自己这边，王位瞬间就稳了大半。这是几百年来泰国王室屡试不爽的规矩，也是所有人都觉得顺理成章的剧本。可提邦公偏不按剧本走，大家都等着他娶个贵族千金巩固权力，他转头牵了个日本普通女孩的手，大大方方昭告天下，我在追他。有人说他不懂事、任性、分不清轻重，也有人说他傻，放着能帮自己的贵族千金不要，非要谈一段没结果的恋爱。可你回头看看他的成长经历就懂了。9岁失去母亲，在尔虞我诈的深宫里长大，见多了虚情假意，见多了利益交换。别人接近他，要么是冲着他的王子身份，要么是想从他身上捞好处。他这辈子见过的真心太少太少了。这个日本女孩不一样，她没有世家背景，没有权力野心，不会算计他的身份，也不会利用他的地位。他给他的就是简简单单、干干净净的喜欢。对一个从小缺爱的孩子来说，这份真心比任何权力筹码都珍贵，所以他愿意冒着被议论的风险，大大方方把他介绍给所有人，愿意放下王子的架子，陪他坐轻轨逛街，帮他拿外套。他不是不懂联姻的重要性，也不是不懂王室的规矩，只是21岁的年纪，好不容易抓住一点温暖，舍不得松手罢了。其实回看泰国王室这几代人的感情史，几乎就是一部规矩碾压真心的悲剧史。诗灵通公主一辈子没结婚，把一生都献给了王室，到老了孤身一人，连个贴心人都没有。朱拉蓬公主遇人不淑，被家暴被背叛，一身病痛，后半辈子都在轮椅上度过。乌汶乐公主为爱放弃一切，最后婚姻破裂，儿子早逝，落得半生凄凉。怕公主跟恋人相守10几年不敢公开，到死都没能穿上婚纱，没能给自己的爱情一个名分。他们个个出身高贵，
享尽荣华富贵，可在感情这件事上，个个都活得身不由己。现在轮到提帮宫了，他是唯一的男性继承人，手握最金贵的身份，也面对着最沉重的枷锁。很多人都在猜，太王最后会不会为这个独苗儿子打破规矩？毕竟太王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打破规矩。当年他能打破80多年的传统册封贵妃，能不顾反对娶平民出身的希拉米，规矩在他眼里从来都不是不能改的。可婚姻和恋爱不一样，恋爱是私事，结婚是国事。恋爱可以默许，可以造势，可以拿来刷好感。结婚关乎王权传承，关乎整个国家的权力格局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不是说改就能改的。更大的可能是，太王会让儿子好好谈完这场恋爱，享受完少年人的甜蜜，等年纪再大一点，心智再成熟一点，最终还是会回到联姻的轨道上，许玉坤家的千金，稳住各方势力，顺顺利利继承王位。这是最稳妥的路，也是最身不由己的路。就像他的父亲，就像王室里的每一个人。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了。现在的提帮公才21岁，正是最好的年纪。他不用急着去想继承权，不用急着去权衡利弊，不用急着戴上那副沉重的王冠。至少在8月6号那天，在人来人往的轻轨站里，他牵着喜欢的人的手，笑着跟路人介绍这是我正在追求的女孩。那一刻，他不是什么王储，不是什么未来的国王，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陷入爱河的少年。而这份不用算计，不用权衡，坦坦荡荡的喜欢，大概就是深宫里最奢侈的东西。往后的路还很长，规矩还在，压力还在，各方的博弈还在，但至少这一刻的真诚和甜蜜是真的。只希望这个从小没了母亲陪伴，在规矩里长大的小王子，最后能得偿所愿，不用像长辈们那样带着一身遗憾过完一生。